如果我現在騙大家說我現在在蘇州園林，你會不會相信？白牆瓦帶，一步一景，恍惚間讓人以為來到了江南。如果不說，你能想到這裡其實是美國嗎？在波特蘭的一片鬧市中，竟有這樣一處安靜的桃源。我現在在美國波特蘭的藍蘇園。在我獨自床車自駕美國的第28天，我從西雅圖一路南下，來到了俄勒岡州最大的城市波特蘭。而位於波特蘭的老城唐人街，有一座典型蘇州園林風格的花園。藍代表波特蘭，蘇代表蘇州，所以這裡叫藍蘇園，也有蘇醒的蘭花之意。它始建於1980年代初期，那時蘇州和波特蘭成為了姐妹城市，最終於2000年正式開放。一踏入花園，仿佛走進了世界另一端的江南秘境。它之所以能讓人忘卻身在異鄉，是因為園中的格局與建築都是由中國匠人依照傳統技法建造而成。這裡的設計出自蘇州園林設計院65位工匠之手，所用建材中也使用了500噸從中國進口的太湖石。這些從太湖湖底開採出的石頭，每一塊都需要50到75年的時間才能形成這些奇特的褶皺、孔洞等形狀。藍蘇園不僅是一處精心構建的景觀園林，它更像是一扇窗，讓人窺見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思想內涵。就比如這座知魚亭，這裡是遊客觀賞錦鯉的地方。它取意於莊子與惠子關於知魚之樂的辯論。在這小小的船間芳亭與廊橋下，聽着那場來自2000多年前的哲學辯論。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。莊子曰：調魚出游從容，是魚之樂也。惠子曰：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莊子曰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看着這些錦鯉悠游水中，也許這就是莊子所說的魚之樂吧。眼前的景致頗有綠竹夾清水，游魚動圓波的意境。如果眼睛看到的能讓我們一秒回國，那耳朵聽到的也能讓我們一秒回到現實。如果不是園林外面時常響起的警笛聲和周圍不同膚色的面孔提醒，我幾乎快要忘了這裡還是美國。沒關係，我們只要把畫面調成靜音，再配上個背景音樂，我們就能繼續沉浸式遊覽了。整個藍蘇園面積不大，當然無法與蘇州那些著名的園林相比，但它能在海外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勝在其精緻與巧思。它對意境的營造與文化的傳承絲毫不會受空間所限，每一處景觀都有自己的名字。這裡也延續了蘇州園林一步一景的特點。最能體現這種匠心獨運的是湖中的鎖月亭。通往亭子的之字形小橋意在讓人放慢腳步，從不同角度欣賞周圍的景致。他想表達，這就像人生之路一樣，
人生前行的軌跡往往不是一條直線，每一次轉彎變換新的方向都有它的意義。而重要的是，無論走到哪兒，都不要忘記享受沿途的風景。如果你想慢下来欣賞，這裡還有一家茶樓，可以讓你在品茶的清香中感受園林的幽靜雅致。在藍蘇園的西北角，是可以集中欣賞這些來自太湖奇石的地方。如果說中國園林是一幅有生命的山水畫，那這些石頭便是畫中的山巒。古人以石為山，把自然的氣勢融入庭院之中，追求咫尺之內再造山水，借一石一景，感受山水的寧靜，寄托胸中之丘壑。這四方布局的藍蘇園遊覽路線其實很簡單，可以向我視頻中依次展示的逆時針方向走，逐一解鎖每處景觀設計。當然，也可以隨心探索。那接下來我們還有最後2處景觀，其一便是這座畫舫型的建築。這個景點的設計來自畫船聞夜雨，煙柳入夢鄉的意境，因此題名畫舫煙雨。兩側船舷的窗扇臨湖而開，仿佛真的有微風拂面，水光蕩漾。踏上畫舫，觀摩古畫，這裡的一草一木都在試着重現那江南煙雨之境的溫柔。從畫舫出來，再穿過鋪着卵石的林間小路，最後我們來到的是錦雲堂，這也是我們剛一進園就能最先看到的主要建築。站在堂前的觀景台上，可以一眼望見湖上我們剛才走過的景觀，彼此相映成趣。整座園林可謂匠心獨到，布局自由靈動，曲折有致，空間層次錯落而豐富。即便是在角落裡，也有不爭而美的設計。行走其間，不禁感嘆中國園林藝術帶來的雅致美感，自然與人文相得益彰。在波特蘭如此煩鬧的市區中，依然是幽靜平和，充滿生命力的存在。就如這池中的蓮花一般，近看花開花落，自有韻致生香。所以我個人認為，這裡是波特蘭最值得一遊的地方。
誰能想到如此雅靜的藍蘇園，其實就坐落在可能是全美最落魄、流浪漢最多的唐人街裡。所以我們前來參觀，對波特蘭市中心這裡的環境最好先要有個心理準備。藍蘇園旁邊就是波特蘭市中心的北公園，我路過的時候還看到這裡居然有一座銅像，走近一看，還真的是從中國運過來的。它叫大同與西安寶寶，意思是世界大同和象寶寶。這座青銅雕塑是西安的霍先生在2002年的時候送給波特蘭的友好禮物。一隻小象趴在他爸爸的背上，象鼻高高揚起，寓意着平安繁榮的後代。這件雕塑作品是商代晚期一件酒壺的複製品，高4.3米，大約是原件的16倍。表面還有精緻的雲紋和古代神話裡的鳥獸圖案。來波特蘭，我並沒有做太多的停留，在健身房裡洗個澡，就來到了當晚的過夜地。我現在來到了波特蘭南邊5號公路旁邊的一個高速休息區。剛轉了一下，這個休息區還挺大的，好像一共有3個停車場，旁邊也是有貨車、房車或是小車在這裡過夜的。每個停車區都有衛生間，找了一個靠樹林也比較靠近衛生間的角落，今天晚上就準備在這兒過夜了。雖然高速休息區的噪音有點大，但是能在這片紅木樹林裡的環境也算是不錯了。晚上了，先把窗戶擋上。我原來的那個窗簾不太好用，所以我在半路又買了這個隔熱的材料，自己新做了一個，按照这個車窗的尺寸大一圈剪裁，然後往裡面一按壓，就能嚴絲合縫的擋光了。即使你在車裡開燈，外面也看不到車裡的光線的。這邊是隔熱層，然後這邊是黑色的，這邊是有一個紗窗，然後有一點點縫隙。再把這個隔熱層放上。那既擋光又隔溫度，這邊也是同樣的。出來已經快1個月了，感覺下次可以少帶點東西。出發時那隻狗大家還記得嗎？現在被我換成了從平川國家公園買的這隻羊。每天晚上我大概收拾車都花1個小時左右吧，盡量把車保持整潔，否則這麼小的空間就什麼都找不到了。今天一定是在外旅行的第27天，不知道大家能看出來我的狀態是怎麼樣，是有很大疲憊吧。過了西雅圖的行程，我做了簡化，想盡早結束這已經十分勞累的旅程。但沿着俄勒岡州101號公路一路南下時，我發現這裡的海岸線美得不輸加州，這讓我不禁又放慢了速度。那下期我們一起去領略這俄勒岡州的海岸風光。那你記得關注，我們下期見。